飞爪，更是位列江湖兵器排行榜第2名。庞兄这次怕是要吃亏了。 臭小子，有2下子，不过就凭你这点本事还不够看。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也敢与我抗衡，哼！不自量力！就算初出茅庐，涉世未深又如何？我照样不会向你这样的恶人低头。 臭小子，怎么不说大话了？血流干了，没力气了吧？爷爷，我血多的是。死到临头，抬腿！天机玄甲，小九，你没事吧？ 小九没事，还好有玄甲护体。臭丫头，你又何必着急？等我一会儿先宰了你们家公子，再送你下去陪葬。萧兄，替我照顾好小九。好，小九，大圣哥。 来，自打我来这姑苏城，你们林家就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于我，这些我都能忍。可今日你们林氏父子一心想要置我于死地，甚至连我的身边人也想要赶尽杀绝，这样我可就真忍不了了。好霸道的内力，这等力道，怕是寻常4品武者也未必能及。他分明昨日还气海空空，连一丝内力波动都没得，怎会短短1日就有了如此凶悍的战力？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！这家伙向来喜欢扮猪吃老虎，不奇怪。这小子的杀气怎会如此之重？难道方才他在隐藏实力？偏不收你林家，我收！ 姑娘，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？瞎说什么呢？管好你自己。爹！小畜生，省点力气吧！你现在经脉已断，修为全废，跟个废人没什么不同了。爹！我要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他！苗疆36虎洞主何在？朱善才，自今日起，洪大
大圣就是我五毒教圣使。苗疆36窟弟子3000，为彭大圣一人马首是瞻。谁与彭大圣一人为敌，就是与我苗疆一脉为敌。是。彭大圣，临死之前不如留下遗言，省得到时候说我没给你机会。林敦，看来你真是把比武点到为止的江湖规矩忘得一干二净了。规矩？哼！我爹是当朝武林元老，他老人家的话就是规矩。我今天说过，我若是败了，就自绝经脉，自废修为，退出江湖。可要败的人是你呢。本少自幼习武，深得家父真传，内力早就突破了3重境。对付你这种气海空空的废物，怎么可能败呢？不回答我的问题，莫不是你怕了？笑话！既然不怕，不如当众起誓，当着大家的面，今天若是你败了，跪下来，给我磕3个响头，敢吗？这时候认怂，往后在江湖上还怎么抬得起头？我林家的脸面，绝不能栽在这小子手里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不过，若是你败了，你不光要武功全废，我还要你当着众人的面拔刀自刎，血溅当场。今天我不仅要打败你，更要踢你爹，教教你如何当一个乖儿子。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命了。公子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换好了兵器。大圣哥小心！哎，怪了，眨眼间人怎么没了？这难道是传说中的东洋忍术，借势隐匿身形，伺机而动？彭兄，余弟为你吹箫助阵。没看错的话，林少侠使用的应该是呼啸山庄的绝学悬空指。这指法练到极致，可隔空碎石，威力惊人呐！林公子的那家修法已是出类拔萃，可他连彭大圣的一招都接不住。彭大圣虽然师门不彰，但是实力却是1等1的，果然是一匹不折不扣的黑马呀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等一下，林少怕是忘了与我家公子的赌约了吧？就是啊，赌约怎么说啊？好，我认。嗯。
谢了吗？林敦，今日之后，你我恩怨两清，望你好自为之吧。庞大圣，此仇不报，我林敦誓不为人。各位少侠，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，此次比武招亲已有结果。那么我宣布，本场胜者是。这彭大圣方才使用的乃是东洋忍术，并非中土武学。他胜之不武。这东洋忍术？对啊，胜之不武。是谁说的？我用的是东洋忍术啊？昆仲岳，我劝你休要胡搅蛮缠。我庞兄出自五虎断刀门，所用招数当然来自五虎断刀门了，是吧？是啊，也有道理啊。诸位前辈，可曾听闻过这江湖上有一个叫做五虎断刀门的门派吗？在我看来，根本就没有这个五虎断刀门。这个彭大圣就是一个到处偷学别人武功的江湖骗子。有道理啊，骗子，江湖骗子，就是骗子。你们别听他信口雌黄，大圣哥才不是骗子呢。你说他不是骗子？好，拿出来证据。拿呀！拿证据！拿证据！我来证明。要是没看错的话，来者莫非是五毒教圣女段清瑶段女侠吧？江湖有诗云：“五步见瘴疠，一笑藏锋芒。”说的正是这位女侠。这五毒教的圣女亲临，招亲会怕是有戏看啦。他怎么来了？算不上朋友，但应该也不是敌人。那可说不准，五毒教惯会使毒，大圣哥可别被他迷了心智。我能证明，彭大圣师承的五虎断刀门，乃是江湖名门正派。圣女怎么证明啊？啊，段姑娘，这五毒教远在苗疆腹地，怎么会与一个无名小派的小辈有所牵连？该不会是弄错了吧？你是在质疑我吗？昆某不敢。世人皆知五毒教圣女年纪轻轻便早已统贯了36窟，这昆某我佩服不已。只不过此事关乎到武林清誉，还请段姑娘能拿出一下实证，以免有些误会。此事乃是我师父吴阳子亲口相告，你连我五毒教掌门的话也想质疑吗？昆某不敢，昆某不敢。但是。这彭大圣刚才所用的确实是东洋忍术，这假不了。这么多武林前辈有目共睹，如果放任此事不管的话，那日后整个江湖还有何规矩可言呢？不如就依昆某所言，取消此次比武招亲的名次，方才能还我中土武林一个朗朗乾坤呐！对呀，没错，说的对，朗朗乾坤。笑话！数百年来，我五毒教一直被中原武林视为异端，苗疆武术更是被辱为歪门邪道。若非10年前4大宗师为我五毒教证明，苗疆一脉至今难入武林正说。苗疆古术与中土本就同出一脉，岂是这东洋忍术可比？昆仲岳，你怎知我使用的是东洋忍术，而不是武林正说？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！你方才使用的东洋忍术可是有目共睹，难道你是说在座的各位武林前辈都是孤陋寡闻之流？这加起来都抵不过你一个无名小卒吗？你个孤陋寡闻的东西！我刚才使用的乃是五行遁甲术当中的土遁之术，借土而遁，隐形无迹，乃是脱身求生的不二法门。这是笑话！本少侠纵横江湖10余载，从未听过哪个门派有什么所谓的土遁之术。你休要在这胡说八道！彭少侠，你方才所说的五行遁甲之术，
可是出自太公吕望所传《六韬》中的阴符篇所创。正是。此术需借五行之物为引，土遁只是其中最基础的仪式，还有像木遁、水遁，只是因为今天的赛场更适合土遁罢了。哎呀，那可是江湖上失传几百年的上古秘术啊！上古秘术，不就是个寻常的江湖把戏吗？我还以为大家都会呢。不知彭少侠，你是从何处习得此术？家师闭关时遍览上古典籍残卷，偶然悟得这五行遁甲的精要。而且小的时候，我跟师弟们还用此术在山中捉迷藏呢。现在想来，还有些怀念那时候呢。如此精妙的上古秘法，它竟然能用来捉迷藏，这简直是暴殄天物嘛！是。坊间早有传言，东洋忍术是源自中土五行遁甲之术。东洋人只不过学了一些皮毛，便当了至宝一样供着。哎，今日一见，我方知此事为真呐！彭少侠这一手，方是五行遁甲的正宗源流。对呀，是，就是正派嘛！看人都说了，这还能有假？昆仲宇，你还有活话可说？我无话可说，无话可说。那既然如此，那老夫就宣布本次比武招亲的胜者了，就是。爹，是孩儿不孝，让呼啸山庄蒙了羞。是爹没用，让我儿受到这等的屈辱。你放心，爹今日定会为你讨回公道。来人，给我宰了这个小畜生！早就听闻呼啸山庄的林庄主性情刚烈，没想到疯起来见人就咬。哎呀，慕容家林庄主，你看这，今日是小女比武招亲的日子，你带人擅闯我的府邸，还想当着我的面杀人，未免太不把老夫放在眼里了。慕容家主见谅，今日犬子受此大辱。我这个做父亲的，若不能为其讨回公道，这以后江湖上谁还会把我呼啸山庄放在眼里？今日我只取这小畜生的性命。至于诸位武林同道，在下丝毫没有不敬的意思。不过，谁要是执意与我呼啸山庄为敌，老夫也绝不示弱。林庄主所言甚是，正所谓修刀难入鞘。今日之事是林庄主跟这位彭少侠之间的私人恩怨，所以啊，我劝诸位还是不要插手为好。毕竟在场的各位可都是江湖上有头有脸的前辈，没必要为了一个无名的小辈伤了和气，坏了同道之间的情谊呀。好一个有头有脸的江湖前辈，一个个看似道貌岸然，实则都是胆小怕事之徒。见呼啸山庄势大就趋炎附势，如此畏首畏尾，毫无担当，就不怕因后被嘲笑吗？你个黄毛丫头，你懂什么呀你？自古以来比武都是点到为止，若不是他彭大圣出手过重，林公子怎会伤成这样？难道就任由这么一个目无法纪的狂妄之徒坏了武林的规矩不成？大家说是不是啊？不能认许啊！这成什么样子？诸位，方才分明是他林敦在兵器上动了些手脚，险些将我兄弟彭大圣置于死地。我兄弟大意，
不但没有杀他，还对他手下留情。方才诸位前辈看的是一清二楚，现在又说是我们坏了规矩，你真是可笑。萧子庭，你一个刚出世的后生晚辈，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？要不是你爹是弄萧楼主，你早就是老夫爪下的一具骸骨了。还不速速退下，否则老夫可就不客气了。萧兄，林庄主，既然你今天是冲着我来的，那可敢与我舍命一战？生死无论，恩怨两清，如何啊？老夫纵横江湖40余载，手底下的亡魂没有1000也有800，就凭你这么一个无名小辈，也配与老夫匹敌？林庄主，你不会是怕了吧？哦，不过你要是怕了也不打紧，你大可以让你身后的这帮虾兵蟹将们前来送死。不过今日之后，你这呼啸山庄庄主可就多了另外一个名号，叫缩头乌龟。放肆！你既然想死，老夫就成全你。来吧！哎，且慢，动手之前，咱们定下个赌约吧。赌什么？今日我要是输了，是生是死任由你处置我绝无二话。可要是你输了，你们林家，还有整个呼啸山庄的人，都给我滚出姑苏城，从此退出江湖。这小子如此气定神闲，难道他真有什么过人之处？这时候认怂，往后在江湖上还怎么抬得起头？我林家的脸面绝不能栽在这小子手里。躲！让他躲！凭这小子的修为，根本不是爹的对手，他绝无胜算。老头，你要是胆怯不敢赌，我家公子也不强求，只要你肯叫3声爷爷。大圣哥大人有大量，也可以考虑饶了你们呼啸山庄。臭丫头，你敢羞辱我爹！赌就赌，小子阿忠，今天如果我赢了，我不但要你死，还要你身边这个伶牙俐齿的小丫头给你一起陪葬。林振生的机关术独过武林，还有他的兵器流云飞爪，更是位列江湖兵器排行榜第2名。堂兄这次怕是要吃亏了。臭小子，有2下子，不过就凭你这点本事还不够看。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也敢与我抗衡，哼！不自量力！就算初出茅庐，涉世未深又如何？我照样不会向你这样的恶人低头。臭小子，怎么不说大话了？血流干了，没力气了吧？爷爷，我血多的是。死到临头，抬腿！
真假？小九，你没事吧？小九没事，还好有玄甲护体。狗丫头，你又何必着急？等我一会儿先宰了你们家公子，再送你下去陪葬。萧兄，替我照顾好小九。好，小九，大圣哥，来。自打我来这姑苏城，你们林家就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于我，这些我都能忍。可今日你们林氏父子一心想要置我于死地，甚至连我的身边人也想要赶尽杀绝，这样我可就真忍不了了。可怕的雷厉，这等力道，怕是寻常4品武者也未必能及。他分明昨日还气海空空，连一丝雷力波动都没得，怎会短短1日就有了如此凶悍的战力？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！这家伙向来喜欢扮猪吃老虎，不奇怪。这小子的杀气怎会如此之重？难道方才他在隐藏实力？偏不收你林家，我收！给我！哇！姑娘，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？瞎说什么呢？管好你自己。爹！小畜生，省点力气吧！你现在经脉已断，修为全废，跟个废人没什么不同了。爹！我要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他！苗疆36窟洞主何在？苏善在。自今日起，彭大圣就是我五毒教圣使。苗疆36窟弟子3000，为彭大圣一人马首是瞻。谁与彭大圣一人为敌，就是与我苗疆一脉为敌。是。青瑶，这是在我姑苏，不是在你苗疆。今天，我就算与整个五毒教为敌，今天这小子的命我也要定了。那要是加上我弄萧楼呢？这种热闹怎少得了我蜀中唐门？还有我苍山，还有我空洞，还有我逍遥，还有我全真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你们昆仑派。干什么？都愣着干什么？上啊！公子，老庄主性命垂危，还是快些恢复医治要紧。小子，也敢忤逆本少王！属下不敢。林端，你难道想与整个天下武林为敌吗？我。老庄主，儿啊，咱们回家。
等等，林老庄主，我希望你能够信守承诺，从今天起，呼啸山庄退出江湖。如果日后我发现你们父子二人还在胡作非为，我保证，林家就是下一个四海帮。彭大圣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林顿，彭大圣已经对你很是宽容，若是我来处置你，你根本就不可能活着离开此地。林顿，你还不快滚！万一我家公子改了主意，你就死定了。大圣，终有一日，我定会将你碎尸万段。走。这凡人精，终于走了。彭兄，你藏的可够深的。方才你那修为，升到4品了吧？啊，真是闻所未闻呐！我师父说过，这提升修为如同绝壁求生，非有机缘不可速得。今日看来，确实如此。唉，想我从6品升到5品，花了整整5年的光景，算是同龄少侠当中升得最快的了啊！啊，你一个时辰都不到，彭兄有如此机缘，果真是羡慕不来呀。那你就别羡慕了。各位侠友啊，这方才呢出了点小意外，不过呢，这意外呀也是件好事儿，这足以说明啊我们本次比武招亲的含金量之高。彭少侠，作为此次比武大会当之无愧的魁首，你可有什么话要说的？我想问慕容小姐一个问题。彭少侠，你这未免太过急切了呀！哎呀，待到你跟慕容小姐洞房花烛、红烛帐暖之时，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嘛，何必急于这一时？这个问题至关重要，我必须当着大家的面才能问。彭少侠，这有些儿女情话让我等听着，倒是不打紧。但是慕容姑娘毕竟是名门闺秀，人家多少有些抹不开面子嘛。年轻人，听老道一句劝，女儿家脸皮薄，有些话呢留到私底下说，可比当着众人说，那可是强上1000倍100倍。说的没错，这白道长啊，那是出了名的最了解女人心。哎，两位前辈误会了，我想说的并非情话。慕容小姐之前说我于贵府有故，我想知道到底是何故，还望明示。家尊有言在先，祖父当时婚约只是一时戏言，何况凭你一个毫无门第之人，如何攀附我慕容家的门楣？慕容冰清，我本来今天就打算离开姑苏城，但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。你明天的比武招亲，我是一定会去的，而且我会打败在场的所有人，让你当着所有人的面对我说一声：“夫君，我错了。”彭大圣，我知你是何意，你无非是想让我承认，你我曾立有婚约一事，好叫我难堪，对不对？分明是你扭扭捏捏不肯承认，我家公子只是想讨回公道罢了。好，那我便给你一个公道。没错，我的确曾当众毁弃你我之间的婚约，并扬言要将你赶出姑苏城。今日我将此事公之于众，你该满意了吧？是你背信弃义在先，说的还那么委屈。我自幼生在武林世家，逃脱不了家族联姻的宿命。彼时的你不过是一个百无一事的乡野村夫，无权无名。换作是你，你会如何选择？我会怎么选根本就不重要，
重要的是我不会选择做一个贪慕虚荣的无情之人，更不会为了自己所谓的苦衷，随便践踏别人的尊严。慕容冰清，其实我们这次来姑苏城就是来退婚的，可直到你在门口想要将我们赶出城，我才临时改的主意。比武招亲是老夫的主意，没错。当年家父困顿于江湖之时，确实为青儿应下了一门亲事。慕容前辈，既然你也承认我与令千金之间有过婚约，今日的比武招亲我也获得了魁首，那么我让他当着大家的面对我喊一声夫君，这不过分吧？我说过了，只要我赢了，你就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一声夫君，我错了。彭少侠，是不是只要青儿跟你道个歉，这件事情你就可以永不再提？绝不食言。好，青儿，向他道歉。爹，听爹的话。夫君，我错了。彭少侠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入赘我慕容府？慕容前辈，你误会了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娶她的。彭大圣，你就想让我当众出丑是不是？慕容冰清，你真正想嫁的人也不是我吧？更何况，我早已心有所属。九九，我的事办完了，走吧。等等，唐大圣，你若收回刚才的话，老夫可以当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你和青儿的婚约可以照旧。如果我说不呢？你当众羞辱我的女儿，你以为我会这么轻易的放你离开吗？苗疆底子铁脸。邓姑娘，多谢。只是此事是我与慕容家的恩怨，我自己来解决。小子，我承认今日之前我小看你了。不过你刚入江湖，就能杀了魔教的北邙双煞，老夫现在很看好你。我就青儿一个宝贝姑娘，你若入赘了我慕容府，这偌大的家业，早晚都是你们的。这是多少江湖才俊求之不得的事情。你就这么轻易放弃吗？慕容前辈，我从小长在深山，生性散漫惯了，更不愿被规矩所束缚。更何况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，对我来说不过是枷锁罢了。你说的婚约，恕难从命。你既无意娶青儿，就不该来参加比武招亲。既然你不吃敬酒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这块玉魄从何而来？这是我爹留给我的。没想到这小子竟是他的儿子。你走吧。慕容家仇情三四呀，这……白痴！你走吧，彭大圣。
从此你与我慕容家恩怨两清，互不相欠。多谢前辈，晚辈告辞了。走。小姐，别出去，外面有危险。气儿就黑了。妖名鬼跬。江郎今生的一笔温柔，实在诱人。老太婆，我找你够如何啊？死老太婆，让开！我的命是我的。你们怎么过来？这是魔教的施压症，大家小心了。慕容家主，我等门内突然有急事要处理，就先告辞了。是啊，我们先告辞了。魔教6大鬼徒一下子来了2个，哎呀，今日定有血光之灾呀！哼，魔教也是人，怕他做甚？道长既是修道之人，切忌坚守道心，勿生妄念。啊呸！败类！你就是彭大圣，就是他。你是北邙双煞的师傅吧？你怎知道？我上次跟他们交手的时候，他们身上的煞气跟你很相似，还有刚才的血压阵，有什么难猜的？我又不是个傻子。既然你如此会猜，不如猜一猜，为何会来此地？不过是为了你的徒儿报仇罢了。错，我的2个徒儿学艺不精，死在你的手上是他们活该。真正令我气愤的是，你一介无名之辈，竟在1日之内击杀我2个徒儿，将我九幽判官的颜面置于何地？这思路也太清奇了吧！死了徒弟不心疼，反倒心疼自己的面子。没想到魔教的人还这么要面子，还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。废话少说，我来问你，你可愿做我徒弟？啊？徒弟，我吗？只要你认我做师傅，加入魔教，杀徒之仇便就此作罢，如何？阁下，那是2条人命啊，就这么算了？无用之人，死则死矣。回答我，你可愿拜我为师？哎，我是有师傅的人，而且我暂时没有背叛师门的打算。不过在场有很多少侠，你看，这边也有。哎，我可吃不消。啊，他可以。这么多人呢，你挑一挑，总归有你合适的。怎么还突然挑起徒弟了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培养一个高手，少说也得10年8年，不仅费时又费力，不如收买一个门外的高手为己所用啊！只有不断的提供新鲜的血液，才有助于魔教的发展。看来魔教立足江湖这么多年，并不无道理呀。萧大哥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我这弄萧楼主教嘴有方，江湖书院的宗门之略，你萧大哥可是七七不落。我说的对吧，萧兄？放肆！老夫愿收你为徒，是在给你机会，你却不知好歹，推三阻四，难道想尝尝老夫手中的幽冥鬼齿吗？阁下说笑了，我手里的虎头大刀，味道也很不错。慢着，让我跟他玩一玩，一会儿他的血流干了，那老婆子我岂不是白来了？哼，交给你了。小子，你若不喜欢他，可以拜我为师，
只要你把老太婆伺候好了，你的小命就算保住了。阿婆，你要是再年轻个50岁，我倒是可以陪你玩玩。臭小子，你敢嫌我老？老娘永远18岁。要打就打，岁数这么大了，废话还这么多。哼，不识抬举，你拿出来！尸块怎么打不死啊？幽冥鬼跬的高明之处，就是将活人炼成尸块。他专挑身强力壮的壮年男子，在他们神志清醒时，强行灌下血灵甲。那血灵甲遇血即化，顺着经脉流入心脉，可令他短时间内大幅提升内力。就算是利刃穿身，也不知疼痛，不死不休。难道就没有破解之法吗？好消息是，这些尸鬼一旦开始攻击，最多只能活过1炷香的时间。坏消息是，迄今为止，没人能撑过1炷香。尸块的民们在后进。小二，你发现没有？彭大圣的刀法较之前又精进了不少。此人进步太过神速，假以时日，恐怕在世上除4大宗师外，江湖上将再无人能望其项背。行走江湖，修为自然重要，可若人品卑劣，则万事皆休。我怎么没看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？慕容家族曾连任2届武林盟主，门下豪杰如云，声名远播江湖。多少人排着队递上跟帖，想与慕容家结亲，可彭大圣却偏偏拒了这门亲事。这份不为权势折腰的情谊，岂是寻常人能比？我看他就是死脑筋，蠢得无可救药。江湖上聪明的人太多，可托付生死，我反而觉得这般蠢人最值得依靠。这彭大圣单凭一己之力就破了魔教的尸魁大阵，当真是后生可畏呀！正所谓草衣待水，无待当风。彭少家的飒爽英姿，颇有老夫当年的风范。呸！饶不死他！这臭小子竟破了我的尸魁大阵呢！一会儿你要多加小心，切勿轻敌。沙塔，焉用我动手？彭兄，大圣哥，大圣哥，晚辈萧子庭拜见2位魔官。你做得不错，助我魔教除了心腹大患。大人谬赞，晚辈只不过尽了点绵薄之力罢了。今日之后，我会禀明尊者为你请功，待我魔教一统江湖，
武林盟主之位将非你弄萧楼莫属。承蒙尊者不弃，子婷不胜感激。萧子婷，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武林盟主之位，竟不惜叛入魔教，你是疯了吗？你懂什么？啊？论资历还有出身来说，这武林盟主之位早就非我爹莫属。要不是他老人家谦让，怎么会轮到他慕容家？我现在只不过拿回我家原本的东西，我何错之有？萧子婷，为了一己私利出卖下游同道，你连起码的江湖道义都不顾了吗？江湖之道，强者为尊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这世界本就该如此。还有你们这些人所讲的那些江湖，只不过是你们自欺欺人罢了。大家不要慌，慕容府上高手如云，定不会让魔教得逞的。白眉道长，我劝你不要再白费心机了。在我来之前，我把慕容府的高手早就调去江北了，现在府里剩下的只不过是一些老弱残兵罢了，对吧，慕容家主？慕容家主，这他说的没错。3日前，我收到弄萧楼主的信，说是在江北发现了魔教教主的踪迹，他请我派人前去协助剿灭魔教。我府上的高手大多已经去了江北，昨日才动的身。还愣到做什么？难道想坐以待毙吗？大人，晚辈在来的时候，家父曾让晚辈转交给魔官大人一封信，说是要魔官大人当场打开，方知他的用意。信在何处？大人。兄兄，就凭这点把戏，也想骗过本判官，未免太天真了。哼，看来你们早就有所预料啊！小子，我们从未相信过你。你怎么看萧子婷投效一事？多半有诈。答应他，不过狗要想跟着新主人，总得先咬断旧主人的喉咙。妙哉，妙哉！死到临头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谁生谁死，还不一定呢。别费功夫，严查在城外庄子里的高手，早就化作一地枯骨了。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我在他们的酒里下了蚀骨毒，看着他们一个个五脏六腑被我的蛊虫啃咬成烂泥，那满地打滚的样子，大场面简直太痛快了！丧无欺，我跟你拼了！呀！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娃娃，也敢跟我过招？小子记住了，这江湖从来都是强者说了算，而弱者只有死。放开他！你没死。大圣哥，彭兄，刚才怪我太自大了，闯下了这弥天大祸。彭兄，
空自责，不如干点有用的，替我照顾好小九。明白。对了，这357的身手，在魔教武功当中排行第2，比起那北方双煞强上数倍，你可要多加小心。老鬼，小子，今日装死的功夫上佳，干脆躺平到底，何苦跑来送死？你说话的声音比那个苍蝇还要烦，吵得小爷我睡不着觉，不如先斩了你，让我图个清净。好久没听过如此不知死活的话了。你虽然破了我的尸回阵，但以你的战力，想要活下来绝无可能。只要你今日不插手我的事，便饶你和这小姑娘不死。你的事是什么事啊？简单，把这里的人全宰了，然后斩去他们的首级，送给至高无上的尊者。那我便更不能让了。为了这些蝼蚁，豁出你的性命，值得吗？师傅，这雀的翅膀折了，就算勉强活下来，它也不能高飞，救它有何用啊？天地之大德，曰生。生命之所以可贵，并不是看它能飞多高，能活多久，而是看是否有人愿意为之守护。就像师傅一直守护着你呀。没有人比我更明白生命的可贵。我自有天生绝脉，师父用了10年的内力，硬生生的把我从鬼门关拽了回来。他们的命和我一样珍贵。我更不能放了！一个短命鬼，还学人家充英雄！大圣，原以为你是个聪明人，却没想到你跟这群傻瓜一样，可怜又可笑。我可怜？你这么大岁数了，连护在你面前的一个正常人都没有，你才更可怜吧？够了，没有耐心陪你闲扯。我只问你一句。明知死路一条，也铁了心要与我为敌吗？师父说过，不为死的人才更值得活。更何况，你怎么知道我打不赢你？好，既然你我此生没有师徒之缘，那就来世再见。357的身法如此之快，357已进入神游境，修为与3品武者之间仅1线之隔。彭兄与他修为差距过大，此战无疑是以卵击石。都别过来！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退还是不退？不退。好，那我就一天天把你的血放干，看你还能嘴硬到何时！
么点本事吗？小子，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今日拼死一战所守护之人，仅属你，放你，利用你，为保护这些人而死，知道吗？值不值得不是你说了算。我彭大圣想做的事儿，就必须要做完。世上就因为有太多你这样自欺欺人的蠢人，污浊不堪，正邪不分。人都言我魔教嗜杀，可我魔教只杀该杀之人。彭大圣，其实本不该死，一直在给你机会，可你太令我失望了。招魂刀，死可死！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去你大爷！还敢狂妄！雷天万钧，有名灭世！师兄。怎破得了我的九幽半天锁？彭兄，胜了！胜了！竟然能在绝境之中反杀魔教3品高手，彭大圣，你是什么妖怪？什么话？我家公子才不是妖怪，他是大英雄。英雄。老鬼，你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吗？错就错在太过轻敌，将你所有的真气都用来杀我。导致你自己的经脉门户大开，可一旦我突破了你的法阵束缚，则会导致你自己血液逆流，从而爆体而亡。你，别你了，你的真气马上就要到血海了，临死之前，留个遗言吧。彭大圣！我就是死，也要你陪葬！怎么又是我呀？我不玩了，我要回家，我想我娘了。爹，你没事吧？哼，到你了，彭上侠，你我无冤无仇，犯不着玩命吧？跟他废什么话！各位侠友，消灭魔教就在今日！诛灭魔教，为我武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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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客官，你没死！传魔教教主令，1月之后，教主白衣尊者会在6出山庄恭候各大派光临，违令不尊者杀无赦。
圣哥，黄大神，大圣哥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，大圣哥。无妨，只是脱离加失血，休养几日便好。好，走。咱们走吧。等等，彭大圣杀了魔教的人，他们势必会来寻仇。此时让他留在我慕容府疗伤，才是对他最好的保护。哎呀，恐怕我的师傅啊，还用不着别人来保。这位高人，莫非是唐门门主唐长生？正是小老儿。哎呀，看来我这名气在江湖上还是有点威望啊。传闻唐老3年前便已退出江湖，不知今日为何会出现在此地啊？哼，当然是为了我师傅彭大圣了。慕容家主，可否给小老儿3分薄面，行个方便呢？多谢慕容家主。我爹说的对，外面危险重重，留在这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小九，我们走。慕容小姐放心，我方小九一定会护大圣哥周全。告辞了，走。走。未经允许擅自行动，鬼婆，你可知这是死罪？属下办事不力，望尊者责罚。你这条命我留着还有用，先起来吧。谢尊者。桑无清和他的徒儿竟然死在一个人的手里。是，那人名叫唐大圣，虽江湖无名，实力却深不可测。只因那桑老鬼轻敌冒进，这才让人绝了性命。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子，你认为这如何杀得了一个有3品的桑无七呢？那小子随身带着一块玉魄，此玉绝非凡物，或许与此人战力爆表有关。尊者，不如先去查查这小子的来历。不管是谁，都休想阻挡本尊的大业。是。调查唐魔。尊者，请吩咐。你带着咕噜和鬼婆一道去会会他。是。遵命。没有本尊的指令，你居然敢擅离真去途！苏爷爷，你可知罪？奴婢错了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若是再有一次，你这身娇嫩的皮囊，倒是很适合做我的画纸。谢尊者，不善人。赶在他们几人之前，替本尊去会会彭大圣。若是可用便留，若不可用，你看着办。遵令。师傅，你现在练到第几重了？9重。哎，不过下山之前，师尊跟我说了，不能滥用功法，以免招惹是非。那个姓林的蠢货还以为我没有任何的内力，还敢招惹我，可笑。哎呀，9重啊！属下参见大哥。桑言桑玉何在？你那2个乖徒儿，恐怕早已化作花肥了。少人这是谁？只知那人名叫彭大圣，来历不明。彭大圣，
立刻找到此人踪迹，我要用他的心肝祭奠我的徒儿。死老太婆，你早就知道我2个徒儿的死，到底是何居心？尊者命我们暗自蛰伏，以待慕容家比武招亲之日现身，但他却从未说过不准你我动手杀人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若我们借此机会突进江湖受惧，震慑天下武林，岂不是为尊主立了大功一件？你想借我的手大开杀戒，可这跟我那2个徒儿有何关系？若我告诉你，害你徒儿的仇人也要去参加慕容府的比武招亲呢？慕容府高手如云，你有几成把握？我有办法可以调离守备。晚辈萧子庭，拜见2位魔官。在这儿，走吧。哎，站住！仆役采买走后门，这点规矩都不懂吗？我是来参加比武招亲的。你的名帖呢？什么名帖？凡是参加比武招亲的江湖侠士，入门前均需出示所出门派掌门捺印的名帖为凭。你不会这都不知道吧？走走走，别在这碍眼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投。彭大圣，你还当真是不惧死啊？看来这四海帮的除名，对你来讲还不够痛啊！四海帮，哼，不过是我养的一条摇尾乞怜的狗罢了，死了大不了换一条。你当真以为我在乎？那你是谁养的狗呀？彭大圣，你以为我真的不敢当街杀了你？哼，你大可以杀杀看看呀！来啊！喂，讨厌鬼！若是让慕容家主知道你在府门前动刀动枪，坏了江湖规矩，今日这比武招亲会，你怕是连门都迈不进去。哼！今日如果就让你们这么死了，岂不是便宜了你们？今日我就要赢下这比武招亲，风风光光的迎娶慕容冰清。今天谁生谁死，咱们先且不说，就这比武招亲，你怎么确定你就能赢得了呀？笑话！今日你连慕容家的大门你都进不了，还跟我谈什么赢家？谁说他进不去的？此乃弄箫楼的鸿蒙帖，我与彭兄可谓一人一张，不知够不够格呀？江北名门弄箫楼，阁下是弄箫楼少主萧子庭。看好了，这鸿蒙帖乃是以昆仑之巅万年玄玉雕琢而成，世间仅此2件。既是萧少侠的朋友，那自然是没问题。您2位请进便是。萧少侠，请留步。久闻令尊大名，在下是……我知道你，呼啸山庄的林敦，出了名的高粱败类，江湖上无人不知嘛。走，你们都给我等等！彭大圣，你别以为现在有弄箫楼给你撑腰，你就万事大吉了。我告诉你，在姑苏城内，我呼啸山庄谁的面子也不卖。切！彭大圣，我今日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迟早要。今日可是慕容家比武招亲的大日子，哎，
但为何不见慕容家主的身影？哎，听闻是城郊的城隍庙出了麻烦，家主带人前去查探去了。他怎么来了？今日我二人受邀前来担任此次比武招亲的武林长工，深感荣幸。此外，本场还请来了8位资深武林前辈作为裁判，以示公允。现在我宣布，比武招亲正式开始。开始。等等。晚辈呼啸山庄少庄主林敦，敢问各位前辈，此次参加比武招亲，对于参会者可有何要求？并无特殊要求，按照江湖规矩，凡是在武林名册上登记造册的江湖门派，均可点派弟子参会。那如果有人假借其他门派之名浑水摸鱼，又当如何？按照江湖规矩，应当断其经脉，废其修为，永世不得踏足武林半步。那么还请前辈为证，方才所说浑水摸鱼之人，正是此人。这位少侠，林公子方才所言是否属实啊？句句属实。这彭大圣到底要干什么？各位都听到了吧？还不赶紧动手！且慢！这位就是慕容家的千金，慕容冰清小姐。此人与我慕容家有故，虽有假借门派浑水摸鱼之嫌，但罪不至此。恳请各位前辈高抬贵手，放他一条生路。这怕是不符合江湖规矩吧？哎呀，既然今日是给慕容家比武招亲，那自然要以主家的章程来办。此人如何处置，但凭姑娘发落便是。正是。彭大圣，你走吧。此生不要再踏入姑苏半步了。臭小子，听见没？今天要不是慕容姑娘菩萨心肠替你求情，你早已是废人一个了，还不赶紧滚！我彭某今日有言在先，今天无论任何人以何种方式阻挠我参加比武招亲，我绝不言退。好大的口气！你就是庞大圣。没错，是我。慕容伯伯，此人行为狂悖，口无遮拦，您定不能轻饶了他。好大的胆子！听见了没？好大的胆子，还不赶紧跪下认错！师伯，你打错人了，他才是彭大圣。我打的就是你。城隍庙一战，彭大圣一人
击败了魔教的北邙双煞，为江湖立了大功一件。如此英雄少侠，你对他不敬，岂不是讨打？这不可能啊！他一个小门小派出身的穷小子，怎么可能击杀北邙双煞呢？冯少侠，你说你打败了北邙双煞，在场的诸多少侠都有存疑。今日恰逢小女比武招亲，你可否愿意下场一试？我今日来此，不只是为了比武招亲，更是为了给我自己争口气。就算没有人质疑，今日我也定要夺魁。年轻人锐气可嘉，你若今日真能夺魁，我定能不论你的出身，昭告江湖。可你若是败了，我就自绝经脉，废去修为，再也不踏足这江湖半步。哼，那我就拭目以待。有了，二位，比武招亲，速速开始吧。各位少侠听了，本次比武招亲共分3场，第1场以拳脚论高下，以炷香为限，各位少侠可自行匹配对战，败者离场，直至场内余下6人方可告终。各位少侠，请了。现场各位少侠各展神通，真可谓群英荟萃呀！老夫好久没看到如此热闹的场面了。哎呀，不愧是江湖人称御剑飞龙，这身法实在是……不对，这怎么咬人呢？可惜了，堂堂昆仑派大弟子第1轮就爆冷退赛，御剑飞狗啊，不，飞龙的称号怕是要保不住了呀。哎，彭大圣在干什么呢？他从刚才到现在好像一直都没有动啊，这是中风了？依贫道之见，他更像是在保存实力。可是这炷香就要熄了，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呀。大圣哥小心！这就结束了。退换西厢时还能不慌不忙的反杀，这位彭大圣的实力当真不俗啊！一声伤怀，一句年少轻狂。若这是知人们的高墙，那我。第1轮赛后，场上已然决出了6位选手，各位少侠稍事休息。第2轮赛事，大圣哥，你方才那招太神了。哎，同兄，还得是你啊！我方才打的那是一身臭汗才堪堪晋级，而你就用了1招就定了输赢啊！切，冯少侠身手不凡，小弟佩服。小弟蜀中唐门唐风，这厢有礼了。唐门的人啊，要我说啊，这鼻子比狗都灵。哎，哪里有热闹他就往哪里钻。唐兄有何指教？指教谈不上，只是想提醒一下彭兄，你眼前这位仁兄，并非良人。小白脸，
你诚心找事儿是不是？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难不成你心里有鬼？大圣哥，我怎么感觉这二人像是有仇啊？何止是有仇啊，不共戴天也不过如此了。各位少侠，接下来便是比武招亲的第2轮。本场比赛是兵器赛，各位可以使用自己趁手的兵器，按照天地人3才抽签后捉对厮杀。刀剑无眼，各位少侠手下留情啊！看来你我要斗上一场，请指教。不愧是霸占少侠风流榜状元席位3年的男人，唐少侠的魅力可见一斑呢。风闻那少侠风流榜上状元与榜眼的人选3年未变，这唐少侠既是状元，那榜眼又是何人？要说这榜眼啊，那也不是旁人，正是本场6强之一的萧子平，萧少侠。这画面怎么有点似曾相识啊？侯兄，你是不是我兄弟？怎么突然这么问？你若真是我兄弟的话，待会儿上场不必手下留情啊，找机会把他脸给我打花，再找机会碰了他再死。不是这样，不太好吧？哎。传闻唐家的暴雨梨花针如雨打花露，迅疾如风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。你个大老爷们儿，整天捣鼓这些绣花针，羞不羞啊？你个死娘炮！没想到这彭少侠看似孔武有力，竟然用如此手段投机取巧，哎呀，没法看呐！哎呀，别找了，你的暗器在这儿。你们唐门最怕牺牲，你已经输了。甘拜下风。再比下去，恐有性命之忧。彭大圣，借一步说话。有什么话在这儿不能说？我想请你退出接下来的比武。你是怕大圣哥赢了，你颜面无存吧？小九，走。彭大圣，若继续比下去，只会招来杀身之祸。既然此人不知死活，冰清妹妹又何苦费心劝诫？彭大圣，实话告诉你吧，一会儿我是绝对不会让你活着走下台的。林顿，你想干什么？马上你就会知道了。
诸位，接下来便将迎来本场招亲大会万众瞩目的终极之战。等等，我要退赛。啊？退赛？退赛？为什么要退赛？是啊，这退赛哪儿？帮我拿一下。王兄，接下来看你的了。接下来就请彭林二位少侠自行对战，没有时间的限制，直至分出胜负为止。唯一的规则就是需要二位从兵器架上自行选择兵器，以免你们手中兵器优劣的影响。现在，比赛开始。